演唱会准备的周期长达数月，为什么到开演前的9天才发现问题？监管前置的意识到哪里去了？这算谁的不可抗力啊？演唱会这是冰山一角，我们大量的招商引资引进来的企业，很多都后来就黄了。前面说的很好，事后不兑现，然后不兑现的时候也没有人出来补偿，你最后倒霉的是投资者呀。这是我们当下营商环境最大的问题。朋友们，这几年的演唱会特别火，大家开开心心看演出，城市呢热热闹闹的挣钱，我管它叫快乐 GDP。但就在前几天呢，出了一个反面的一个案例，歌手华晨宇原定在5·1期间呢，在云南的抚仙湖连开4场的演唱会，人家场地舞台都搭好了，票也卖光了，周边的酒店餐饮也是摩拳擦掌，准备赚点钱。结果呢，开场前9天突然被叫停了，这一下子综合损失直接上亿。关于叫停的原因呢，当地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。现在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是踩了生态红线，因为演出的场地离抚仙湖比较近，如果真是水源保护这件事儿没得商量，我完全理解。但是在今天，我不想纠结被叫停的具体原因是啥，我更想和大家探讨3个问题：为什么前面审批了，后边又临时叫停？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这上亿的损失是不是完全可以避免？地方政府拥抱快乐 GDP 的热情可以理解，但到底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市场？第一，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问题？我查过数据华晨宇演唱会的经济撬动能力确实惊人。2025年底，他在海口的演唱会加上另一组国际艺人，就给当地创造了8.3亿的综合经济收入。所以，当地政府一开始表现了积极的拥抱态度。2月份，投资促进局表态，期待项目落地。3月份，当地文旅局出具了正式的行政许可。注意这是春节前后工作很忙的，不容易。按理说这是一场双向奔赴，结果呢一脚急刹车。如果真是因为踩了生态红线被叫停，那我们经济学可以叫典型的政府组织失灵。一个涉及生态敏感区的大型文旅项目，各部门各管一摊，管招商的看项目落地率，管文旅的盯着接待次数，管环保的看水源数据，看似层层把关，但没有人对最终结果负责。更值得追问的是，监管前置的意识到哪里去了？要知道，从立项备案到场地平整、舞台搭建，再到票务预售、宣传造势，演唱会准备的周期长达数月，各级监管部门有无数的介入的节点。为什么到开演前的9天才发现问题？出现问题的环节有没有提前做备调？是谁在进行？信息有没有和审批部门共享？跨部门的预审机制是怎样子的？这不是不可抗力，这是典型的政府治理滞后。其次，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中，原本可以避免此事发生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也失灵了。即便这次演唱会的确是踩了生态红线，那么红线的边界是否清晰？是否有公开透明的查询机制？是否已向公众告知？对于市场主体，也就是华晨宇的团队来说，我是投入巨资、投入真金白银来这里办演唱会的，他们肯定是有自主意愿和主观能动性来做合规经营的，来主动规避红线。现在踩线了，大概率是连红线标准该在哪里查、怎么查都不知道。这些关键信息的缺失，让企业陷入了想合规却无从下手的困境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都说明我们的政府管理与市场发展之间协调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。企业在投入巨资之前，没有渠道获得权威前置的合规判断，地方政府又在快乐 GDP 的诱惑下失去了审慎。这样的模糊规则，恰恰是市场经济中风险最大的灰色地带。那么第3个问题来了，现在损失已经发生，责任由谁承担？截至目前，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出面给出损失分担方案和问责机制。华晨宇的团队呢给出的原因也是不可抗力，但是在常识中，不可抗力是有严格界定的，通常指的是地震、洪水、疫情这些客观的无法预见的外力。但是如果是由于政府审批链条上的纰漏、部门的协调失灵、监管缺位所导致的项目的夭折，这算谁的不可抗力啊？
演出方投入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，歌迷预定的机票、酒店变成了遗憾，当地的酒店、餐饮从业者提前筹备的变成了一场空。造成这些结果，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说法？演唱会经济具有高投入、高不确定性、高社会关注度的特征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大型商业性的演出的直接拉动的关联的消费超过了2200亿元，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，各地都尝到了甜头。但是如果每次叫停都由歌迷、演出方、当地的商户共同承担的后果，而地方政府作为决策方，仅以一纸通告了事，将会严重挫伤市场信心，损害政府公信力。所以地方政府拥抱快乐 GDP， 不能只算成功账，更要建立风险预案，不能够把制度摩擦的成本全额转嫁给企业和消费者这些市场主体。审批出了问题，要有纠错机制和赔偿机制；政策执行有漏洞，要有问责和补救措施，这才是保护长远的市场活力。朋友们呀，这件事情你们可以觉得哦，就是演唱会呗，不就是快乐 GDP 没搞成吗？千万不能只在这个层面考虑问题，这是冰山一角啊。我们大量的招商引资引进来的企业，很多都后来就黄了。为什么黄了呢？前面说的很好，事后不兑现，然后不兑现的时候也没有人出来补偿，没有人出来认错，然后谁也不担责任，搞得大家一地鸡毛。那么东推西推，每一个单位都讲的大道理，每一个总体上看都是有道理的，你最后倒霉的是投资者呀。这是我们当下营商环境最大的问题。投资者不仅是损失了钱，还损失了时间呐，几年的时间都白费了。你可以说，哎呀，我们中国人动作快，招商引资来得快，确实比德国、比欧洲、比美国来得快，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前面讲的话后面不兑现。如果把这一根给补上，那么咱们中国经济还有潜力可挖呢，我们的潜力更大呀，朋友们，我们是积极乐观的哈，我们是有优点，但是我们缺点也非常明确。所以从快乐 GDP， 从演唱会被取消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中国营商环境下一步要改善的大方向。